林静，我最近又收到一位观众的提问，如何扩大口语词汇量？其实我也是一样，明明自己一直在学新词，词汇量也不少，但为什么一开口说话，翻来覆去还是只会用那几个最简单的词？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它几乎是所有中高级学习者都会遇到的瓶颈。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如何真正的扩大口语词汇量，让你的中文表达火起来。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hinese Podcast， 我是林静。大家好，我是方舟。好的，方舟，为了回答你的问题，今天我们不做理论分析，而是来做一个现场实验。怎么样？屏幕前的各位听众，也欢迎你们一起来参与这个小挑战。好啊，我最喜欢实验了。怎么做？很简单，我现在说10个中文词，我说一个，你重复一个，试着把它们记在脑子里。听众朋友们也可以一起试试看。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吧。第一个，瀑布。瀑布。犹豫。犹豫。悠闲。悠闲。手机。手机。反驳。反驳。气氛。气氛。渺小。渺小。佩服。佩服。效率。效率。最后一个，腼腆。腼腆。好的，10个词说完了，现在深呼吸。方舟，你还记得几个？说来听听。我想想，第一个是瀑布，还有一个是手机，然后好像有个什么率、效率，还有佩服，不行了，后面的完全想不起来了，脑子里一团乱麻。听众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几个？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别担心，这绝对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会这样。你大概记住了4个，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学习词汇的方式，我们称之为清单式记忆。它就像把一堆互不相关的杂物扔进一个黑屋子，找起来当然费劲。现在我们来做实验的第2部分。好，这次又是什么？这次你什么都不用记，放松下来，听一个有点离奇的小故事。离奇的小故事，好像很有意思。我准备好了。上周末，我跟朋友老张去山里徒步，看到一个巨大的瀑布，非常壮观。站在它面前，感觉自己特别渺小。我正想好好享受一下这悠闲的时刻，老张却突然说：“这个瀑布有个 bug。”啊，瀑布有个 bug， 我没听错吧？这是什么意思？我当时就想反驳他，这怎么可能？这就是大自然啊！当时那个气氛就有点奇怪。你知道，他平时是个很腼腆的人，但在聊到技术问题时就特别较真儿。就在我犹豫的时候，他已经掏出了他的手机，对着瀑布飞快地操作了起来。等等，他用手机对着瀑布操作？是的，那个操作效率之高，简直不像人类。就在我以为他疯了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巨大的瀑布突然卡顿了一下，就像视频播放不流畅一样，然后水流瞬间变得更加顺滑了。老张收起手机，淡淡的说：“好啦，物理引擎校准完毕。”我当时真的打心底里佩服他，原来我们这个世界竟然是虚拟的。这个故事脑洞太大了，但我得说，我好像把这10个词全都记住了。我来试试：瀑布、渺小、悠闲、反驳、气氛、腼腆、犹豫、手机、效率、佩服。天哪，真的全都记住了。没错，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是不是也发现了，这一次记住的单词数量远远超过了第一次的死记硬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也是最核心的秘诀。你的大脑天生就爱听故事，而不是记清单。这个故事记忆法真是颠覆了我的认知，太有用了。我现在才明白，原来单词放在故事里，有了上下文，才真正有了生命力。但是这也让我有了一个更高的目标，我现在不满足于只理解别人故事里的词了。比如说，通过故事，我记住了佩服、腼腆这些词，但我更想学会怎么把它们有效地组织起来。
像那些优秀的中文表达者一样，去清晰地论述一个更复杂的观点，这个该怎么练呢？你这个问题说明你已经从学习语言的阶段进入到运用语言的更高层次了，问得非常好。这就引出了我们第二个更具挑战性的方法，我称之为精读模仿法。精读模仿法听起来很专业，是精细阅读和模仿的意思吗？完全正确。这个方法的核心就是找到一段高质量的中文内容，不是浅尝辄止，而是要把它吃透，彻底的分析、内化，然后模仿它的精髓，来创造你自己的表达。我明白了，那具体要怎么操作呢？首先一定是找你真正喜欢的东西，比如你喜欢的中文播客，就像是我们的 Mandarin Chinese Podcast 播客，所有内容都是经过专业的母语中文老师撰写校对的，用词地道准确，就是非常好的学习材料。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去找一些你喜欢的明星或者行业领军人物的访谈、演讲。从兴趣出发，学习动力会更足。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实战演练一下这个精读模仿法吧。好的，刚好我最近听到了华东政法大学杜素娟教授的一段访谈，允许爱情消失。她的表达非常震撼人心，深刻地探讨了情感在我们生命中的真正价值。我们找到了这段访谈的原视频，大家一起来听听杜教授是怎么说的。我们这个社会比较可悲的一点，他认为人的一生当中唯一要处理的关系就是人和钱的关系。那所以说一个人他能赚钱，我们会认为说，哎，这个人能力很高。你平心而论，你不渴望美好的友情吗？你不渴望美好的家庭关系吗？美好的夫妻关系，美好的爱情吗？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是渴望的。就是假如天上有神，我觉得人生太苦，所以天上的神才会给我们友情，给我们爱情，来温暖我们这个苦涩的人生。但是多么遗憾，当我们没有情感教育的时候，这份礼物我们拿不到手里来。它就是明明是一份礼物，但是我们把它弄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大家直面这个问题，去寻找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论，让礼物回归礼物。这是我们生命当中不多的几份礼物，学会打开它，学会享用它。我们不用拒绝它，更谈不上恐惧。你要认为说谈恋爱情、友情没有价值，那我们的人生还剩什么？杜教授的这段话真是说到了很多人的心里。人生太苦，所以神才会给我们友情和爱情来温暖我们。这句话太有力量了。还有烫手的山芋，这个比喻非常生动。是的，现在我们就用精读模仿法来把这段话彻底吃透。第一步，深度解析，我们把里面的核心词汇和比喻彻底搞懂。第一个，可悲，形容词指让人感到悲伤或怜悯。第二个，平心而论，成语意思是平心静气的，公正的来说。第三个，渴望，动词指非常强烈的希望。第四个，苦涩，形容词常用来形容抽象的感受，比如人生、回忆等。第五个，遗憾，形容词指事情的结果不完美，让人感到惋惜。第六个，礼物，名词指别人赠送的东西，这里比喻美好的情感。第七个，烫手的山芋，这是一个非常地道的俗语，比喻那些棘手的，让人感到麻烦而又不敢丢弃的问题或事物。好了，现在这段话的核心要素我们都清楚了。这样一分析，这段话的逻辑和情感就更清晰了。那第二步呢？第二步，内化语言，通过反复朗读，把这些书面知识变成你大脑里可以随时调用的口语素材。练习的时候，可以先用慢速、清晰的语调来读，等熟练以后，可以试着用更自然、更有思考感的语速再来几遍。想象你正在分享这个充满智慧的观点，因为这段话比较长，我们就不在这里演示了。我刚才反复阅读了几遍，
感觉里边的词句已经深深地刻在脑子里了。那接下来呢，要怎么做才能真正学会运用它们呢？最关键的第3步，转述重构。试着用我们刚才解析出的那些核心词汇，用你自己的逻辑重新表达出同样的核心意思。好，我试试。杜教授的观点是，我们社会有个可悲的现象，就是过于看重钱而忽略了情感。但平心而论，每个人内心都渴望友情和爱情，这些情感就像是礼物，本来是用来温暖我们苦涩的人生的。但很遗憾，因为我们不懂得如何处理情感，常常把这些珍贵的礼物变成了烫手的山芋，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太棒了，这正是转述重构的精髓。你完全理解了原文的逻辑，然后调用了我们解析出的所有核心词汇，用自己的话搭建出了一个清晰、准确且同样充满力量的表达。大家也可以暂停一下，试试用自己的话复述一遍。我彻底明白了，通过深度解析，我们吸收了最地道的养料，通过内化语言，我们把养料消化成了自己的一部分，最后通过转述重构，我们才真正学会了如何运用这些材料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就是这个道理。这个方法不求快，但求精。你不需要每天都做，可能1个星期就深度研究这么一段材料，但你的收获会比你零散的背几百个单词要大得多。这样才算是真正的把一段材料吃透了。说得对。另外，这里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补充建议。快说说看，我感觉今天的干货还没听够呢。就是除了听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之外，也要有意识的去拓宽你的知识面，对不同领域都要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和词汇储备。这我倒是没想过，例如哪些方面呢？例如最新的科技发展、社会热点，甚至是流行文化这些。因为真实的世界和中文环境并不会只跟你聊你感兴趣的话题，你在生活中总会遇到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听到各种各样的新闻和讨论。这倒是真的。那跟别人社交时，如果我只会聊我感兴趣的领域，对方不感兴趣的话，那可真的就尴尬了。对，我们的目标不是要成为每个领域的专家，而是当你的中国朋友聊起热门话题或者最近的经济形势，你至少能听懂他们在说什么，甚至能参与几句。这种什么都能聊上几句的能力，在社交中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我的词汇库和知识库不能只局限在一个领域，多接触不同的话题，就是为我的表达提供更多元的素材和工具。比喻的非常恰当。好了，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不仅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还深度解析了一段精彩的演讲，为大家分享了2个核心方法。一个是符合大脑记忆规律的故事法，用来日常轻松积累；一个是深刻有效的精读模仿法，用来实现能力和思想的同步突破。这期节目真是干货满满，希望大家能立刻把这2个方法用起来。是的，希望今天的方法能给大家带来新的启发。作为今天的课后作业，我们鼓励大家也去找一段你喜欢的不超过1分钟的中文材料，试着用精读模仿法去吃透它。你可以在评论区用你学到的核心词汇写下你自己的重构句子，我们会认真看的哦。期待看到大家的分享，也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我是林静，我是方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